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中国简报。在今天的新闻中，李强步入了一个被剥夺了此前权力的角色——总理。百度正在争分夺秒地准备在3月16日推出其人工智能 AI 聊天机器人 ErnieBot。另外，中国的保险公司正在提供高端退休社区名额，以吸引客户购买其保险产品，这已成为保险公司的一项蓬勃发展的业务。美团的联合创始人宣布，他将加入一家人工智能创业公司的 A 轮投资。该公司专注于创造类似于 OpenAI 的 ChatGPT 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外交政策分析认为，中国官员最近的反美言论表明，美国已经成为任何不符合北京方式的事情的方便替罪羊。以下是今天的独家见解：新加坡有多大金融吸引力？与香港不在一个量级。香港特首率代表团月前访问中东2个主要国家沙特和阿联酋，拓展香港与中东的经济合作机会。在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早在2022年9月已访问沙特，寻求合作机会。因此，港府的滞后决策招来了一阵嘲讽和批评，认为香港总是慢新加坡一拍。金融市场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从政府官员素质的角度，新加坡高级官员的素质和眼光都是香港官员无法比的。但人的因素只是两地的一方面。比如两地政府访问沙特的同一个焦点就在于两地皆尝试吸引沙特阿美2222他到选择自己的交易所作为第2上市地。虽然沙特阿美此前放弃香港、纽约等市场，而决定在沙特自己的交易所做首次发行上市 IPO， 这显然是一个政治决定，而不是金融因素的决定。因此，第2上市地的选择必然是以金融理由为主要考虑，来弥补沙特股市的金融不足。对于沙特阿美这个2万亿美金市值的庞然大物，一个水够深，投资者够广，国际化程度够高，金融业俗称 Deep Pocket 的大规模金融市场才是其考虑的目标。基本上可选择的目标只有纽伦港3地。新加坡在证券市场方面跟香港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前20大上市公司的年交易额还不及腾讯700HK 一家的1/4。所以，即使香港来晚了，优势也是不能被忽视的。新加坡去得再早，也改变不了这方面的关键弱点。因此，如果新加坡要在金融上赶上香港，基本不具备这样的可能。即使从香港流入新加坡的资金再多，也只是因为资金安全、国安法的考虑，而非投资目的的考虑。这些资金不管流到哪里，势必会再次选择包括中国、香港在内的大规模金融市场作为投资地。在地的新加坡反而难以成为投资的标的市场。新加坡取代香港真有可行性。系列之一，本文作者深野雅为投资家，同时也是中国简报的特约分析专家。彭博社，中国新任总理做了被剥夺了昔日权力的角色。当63岁的李强于3月11日成为中国总理时，他将继承一个在政治地位和直接权力方面都被大大削弱的职位。在过去10年中，习近平对可能由总理领导的决策领域的权力日益巩固。李强与习近平的长期合作关系，包括在浙江省担任这位未来国家主席的最高助手，可能会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专家们认为，决策将变得更加以习近平为中心，而不那么灵活。李强的职能是将习近平的野心和倾向转化为政策议程，而不是提供一个公开的对比性强调或观点。彭博社，美国认为俄罗斯缩减在乌克兰的目标，并深化与中国的关系。美国情报部门负责人表示，俄罗斯可能会专注于保留在入侵乌克兰期间夺取的领土，而不是取得重大领土收益。尽管中国以国防和经济合作的形式加深了支持，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上，国家情报局局长艾薇尔·海因斯说，普京可能更好地了解他的军队所能实现的极限，并专注于更有限的军事目标。委员会的主要焦点是中国，它被认为是美国的主要威胁。中国的核能力和摧毁敌方卫星的能力被挑出来作为特别关注的领域。华尔街日报，百度争分夺秒地准备中国版 ChatGPT。据内部人士透露，百度正急于准备其人工智能
AI 聊天机器人 ErnieBot 已被3月16日的发射。该系统是百度对 OpenAI 的 ChatGPT 的回应，目前仍处于培训模式，开发团队正夜以继日的工作以满足最后期限。百度计划分阶段发布 ErnieBot， 首先是对有限的用户群进行公开测试。成功的发布可以使百度恢复到中国科技行业的前列，而失败则可能导致一个重大挫折。彭博社，中国1500亿美元市场的债务重组进入尾声。随着中国1500亿美元的美元垃圾债市场开始感受到房地产行业困境的全部后果，中国的开发商将在3月份走向关键的法庭日期和里程碑。恒大是一家主要在广东大湾区、澳门和香港经营的房屋建筑商，本周向一些票据持有人公布了其最新的重组方案。中国恒大的目标是在3月初获得债券持有人对其债务重组计划的支持，并面临3月20日在香港举行的清盘申请的法院听证会。华尔街日报，中国控制其最大公司的新方法，黄金股。中国政府正在参股私营企业，以便更直接地参与和影响该国一些最大的公司。政府的股份很小，但给了国家董事会席位、投票权以及对商业决策的影响。这些股权，俗称金股，最初是在2013年设想的，以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然而，此后政府利用这些股份在那些挑战该党控制舆论能力的公司中获得影响力。党国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界限模糊，正在推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对中国公司采取广泛的限制性立场。财新网，中国的保险公司看到了蓬勃发展的业务，但监管机构却嗅到了风险。中国的保险公司正在提供高端退休社区的位置，以吸引客户购买其保险产品。这被称为保险加服务解决方案，已经成为保险公司的一项蓬勃发展的业务。它的运作方式是，一个人或一对夫妇购买一个保险计划，通常是一个递延年金，承诺在未来某个日期以通常高于银行储蓄产品的回报率支付一笔定期收入或一次性付款。一旦向该计划支付的保费达到一定水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就会被保证在指定的老年生活社区有一个位置。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遗留问题可能意味着对老年人服务和专业护理的需求将大幅增加。然而，监管机构已经提出了对潜在风险的担忧，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规则草案。保险公司面临着不确定性和风险，包括供应和需求问题。该业务也为保护带来了风险。彭博社，莫比乌斯称，在美国和中国的投资中，芯片股是最重要的投资对象。Mobius Capital Partners 的创始合伙人 Mark Mobius 认为，由于美国和中国都在增加对该行业的投资，半导体股票是头号赌注。芯片股在2023年表现良好，受芯片成熟度和需求推动国家投资的影响。莫比乌斯表示，费城半导体指数今年已经上涨了 20%， 而亚洲正处于受益于该行业前景改善的最佳位置。日经新闻，在乌克兰和平提议的背后，中国预见到夏季将结束战争。中国上个月突然提出了一个和平建议。中国军事专家预测战争将在今年夏天结束，这可能是这一转变的背后。这一立场的变化可以追溯到军事科学院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战争将在2023年夏天左右结束，俄罗斯将占上风，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经济都过于疲惫，无法将战争维持到夏天。中国的和平计划旨在恢复与欧洲的关系，与乌克兰保持友好关系，并在实现停火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习近平正在考虑接受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邀请，访问莫斯科。彭博社，美团的亿万富翁联合创始人加入了中国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热潮。美团联合创始人王兴宣布，他将加入美团联合创始人王慧文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的 A 轮投资。该公司专注于创建与 OpenAI 的 ChatGPT 类似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在一篇微信文章中，这位亿万富翁对人工智能将创造的巨大生产力表示兴奋，但也对其未来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表示担忧。这一消息是在中国监管机构透露他们计划引入管理人工智能使用的规则之后发布的。其他中国科技公司，包括百度和阿里巴巴，
也在开发类似 ChatGPT 的服务。路透社 Shine 和 Temu 为争夺美国市场的$10连衣裙展开激烈斗争。在线快速时尚零售商 Shine 和 Temu 正在为其廉价的中国制造的商品吸引顾客而展开竞争。然而，这场竞争导致了一场法律纠纷，因为 Shine 指责 Temu 通过使用社交媒体影响者对 Shine 进行虚假和欺骗性的陈述。这起诉讼对美国对在中国有供应商的在线零售商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影响。此案的结果可能迫使 Temu 缩减其营销策略，特别是使用 Shine 的名字进行营销。Temu 公司已要求法院驳回该诉讼。彭博社，新加坡渴望在紧张局势中促进中美对话。新加坡贸易和工业部长 Dan Kim Yong 表示，他愿意促进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对话，以恢复双方的关系，称目前的贸易紧张局势对世界不利。严重依赖贸易的新加坡很容易受到干扰，特别是涉及中国的干扰。新加坡政府已敦促企业减少浪费，注重生产力，同时官员们承诺到2025年建造10万套新住房，这应有助于缓解该城邦的高额租金成本。在中国经济重新开放的推动下，新加坡对避免经济衰退充满信心。路透社，中国恒大就债务重组条款争夺法庭最后期限。据匿名消息人士透露，中国恒大正寻求在3月20日的下一次清盘法庭听证会前公布一些债务重组条款，以寻求再次延期。这家负债超过3000亿美元的房地产开发商，自去年年初以来一直试图与主要的海外债券持有人达成协议，将其部分债务换成股权。恒大将于3月20日在香港法院就一名债权人提交的清盘申请进行听证。该开发商尚未与债券持有人就重组细节达成协议。南华早报，被监禁的香港反对派政治家妻子在探监后被国安人员逮捕。香港反对派政治家的妻子 Elizabeth Tan Yanangger 因涉嫌与外国势力勾结而被国家安全人员逮捕。她是在其丈夫被关押的监狱外被捕的。她的丈夫目前正在监狱中等待审判，被控犯有涉嫌侵犯国家安全罪，与他在香港天安门广场守夜团体中的角色有关。彭博社，中国的芯片供应商股票在日本限制的报道后飙升。中国半导体材料供应商的股票在周三有关日本可能实行出口限制的报道后上涨。此前，美国成功的鼓励包括荷兰在内的盟国加入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的芯片制造设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光刻胶生产商，日本预计将颁布对中国的供应限制。分析师预测，日本的出口限制将比荷兰更严格，但比美国更宽松。投资者对芯片行业下了很大的赌注，因为对精密芯片的需求增加意味着民族国家在地缘政治冲突中把它们作为武器挥舞。外交政策，中国为何加强其反美言论？中国官员最近的反美言论表明，华盛顿已经成为任何不符合北京意愿的事情的方便的替罪羊。这种心态是危险的，不仅对国际关系，而且如果中国要有任何机会解决其国内问题，反美语言不仅仅是对美国行动的反应，它对中国的国内政治也很有用。为美中关系找到一个所谓的底线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反美语言和情绪可能最终会渗透到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待遇中，增加更多的监管障碍。彭博社，政策乐观情绪消退，中国房地产股票指数进入熊市。中国房地产股已经进入熊市。彭博情报公司对在大陆和香港上市的中国房地产股票的衡量标准周四下跌了 1.7%， 并将跌幅从12月的峰值扩大到近 21%。 尽管中国的房屋销售在20个月内首次出现增长，但买家对投资房地产行业仍然犹豫不决。决策者发出的混合信息也引起了关注。李克强总理在3月5日承诺防止房地产无节制扩张。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投资者正在寻找暗示，当局是否会继续扩大对房地产行业的支持。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6do.world，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谢谢收看《中国简报》。